末世降临后，我用生存系统绑定给了顾燕晨雷系异能，让他稳坐基地队长之位。他却嫌我死守着一夫一妻的规矩死板，要和白薇薇双宿双飞，还美其名曰末世不存在规矩。殊不知，我和他契约一解，他的异能会7天内归零，而我将亲手收回我赠予的一切，让他彻底一无所有。基地书房里，顾燕晨斜靠在破败的真皮沙发上。老婆，我们暂且给彼此一段自由的时间吧。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顾燕晨嗤笑一声，将烟头狠狠摁灭在沙发上。如今末世都第4年了，秩序规则早已成了摆设，比如一夫一妻的规矩根本没必要遵守。我可是顶级雷系异能者，也更加值得享受强者的待遇。他站起身，周围雷光若隐若现，一步步朝我逼近，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我，眼神里的轻蔑毫不掩饰。老婆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物资，给你基地最好的居所。至于完完整整的真心，你就别妄想了。话音落下，我死死盯着他。那时候，丧尸围城，我们躲在狭小的地下室。他把最后一块面包塞给我，自己啃着冰冷的树皮。他被丧尸抓伤，高烧昏迷，我守在他身边3天3夜，用仅有的半瓶矿泉水给他擦拭降温。也是那时候，我激活了末世生存系统，拼尽全力攒够10万积分，选择和他缔结隐秘契约，将顶级雷系异能绑定在他身上。我以为我用系统换来的强大，能护我们一世安稳，能守住我们纯粹的爱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找几个男的消遣下，这很公平。我最爱的人是你，但我的爱不能只给你一人。他和白薇薇的暧昧，我早有察觉。白薇薇是他半年前救下的孤女，我一时心善，让她留在基地，教她基础的末世生存技巧。可她却恩将仇报，一次次故意接近顾燕晨，用柔弱博取他的同情，用乖巧对比我的固执。我不是没见过他挽着顾燕晨的手臂在基地闲逛，不是没发现顾燕晨深夜躲在阳台和他发信息，只是我不肯信，不肯放弃我们在末世里相依为命的那点念想。可今天，他当着我的面挑明一切。好，我答应你。深夜，我躺在床上，毫无睡意，指尖轻轻点向虚空，一块只有我能看见的淡蓝色系统面板缓缓浮现。契约对象：顾燕晨，契约状态：可解除。解除后果：顾燕晨雷系异能7天内逐步消退，直至归零。宿主可收回契约期间赋予的所有物资与资源。我纠结了很久之后，拨通了我曾经救过的一个奶狗弟弟的电话。他许诺过我，只要我需要，会帮我荡平一切麻烦。我要和顾燕晨分开，可能要在你那边暂住一段时间。无论你做什么决定，我都支持你。这句话也成了我在这暗无天日的末世里唯一的暖意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将拟好的解除婚姻协议放在顾燕晨面前，纸张上的字迹清晰有力，他看都没看，随手拿起笔签了。别闹了，签完就安分点，我还要陪薇薇去挑选新的衣物。说完，他转身就牵着白薇薇的手，头也不回地离开。他们离开后，我随手将我们承载记忆的东西扔进垃圾桶。我再次点开系统面板，上边显示着协议解除生效，顾燕晨雷系异能开始消退，倒计时7天。一行金色的字体闪烁着，宣告着顾燕晨辉煌时代的落幕。傍晚，顾燕晨回来了。老婆，别闹脾气了。几天后有一场顶级拍卖会，我带你去拍你想要的东西，就当给你赔罪。好。几天后，基地里依旧一片祥和，没人知道他们敬畏的雷系队长顾燕晨正在一点点失去力量。我早早起床，像往常一样打理着基地的事务。所有人都认为我还是那个依附顾燕晨的基地主母。吃完早饭，我来到基地最核心的仓库。仓库里堆满了压缩饼干、矿泉水、抗生素异能药剂、晶核、武器弹药，其中9成9是我用空间异能搜集用治愈异能换来的。确认无人后，我发动异能，打开空间，这是顾燕晨都不知道的秘密。收。我轻声低语，仓库里的物资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，全都被我收进空间里。从清晨到午后，我走遍了基地的每一个仓库，每一个储藏室，他们都被我搬得一干二净，只剩下空荡荡的货架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回到住处，而此时的顾燕晨正陪着白薇薇在基地的商业街挑选衣物。燕晨哥哥，我想要那条限量版的围巾，听说用丧尸兽皮做的。只要你喜欢，都给你买。顾队长对白小姐也太好了吧，对苏婉小姐都没这么上心。可不是吗？苏婉小姐才是正主，现在倒像个外人。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，我只觉得可笑。下午，顾燕晨拿着拍卖会的流程表，兴致勃勃地来找我。婉婉，这次拍卖会有高级治愈药剂、空间储物戒、雷系异能增幅器，都是好东西。我打算拍下雷系增幅器，让我的异能更强，更好地保护你和薇薇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觉得讽刺，他连自己异能正在消退都不知道，还想着增幅，真是愚蠢至极。你看着拍就好。这时候，白薇薇拿着红色礼服走了过来。苏婉姐，你看我穿这条好看吗？燕晨哥哥说我穿红色最漂亮，到了拍卖会肯定是全场最耀眼的人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没有说话，回到了房间。
没必要和将死之人计较。等拍卖会结束，他引以为傲的一切都会化为泡影。深夜，我接到沈雨安的电话，他的声音带着担忧。我查到顾燕晨打算在拍卖会上给白薇薇拍下高级治愈药剂，还要当众宣布白薇薇是他的伴侣。好得很，既然他这么想当众打我的脸，那我就成全他，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摔得粉身碎骨。雨安，帮我准备一个位置，拍卖会当天，我要坐在最显眼的地方。挂掉电话，我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，丧尸的嘶吼越来越近，像是在为顾燕晨的落幕奏响哀乐。另一边，顾燕晨还在精心准备，他打算凭借雷系异能在拍卖会上大放异彩，抱得美人归。而到了拍卖会当天，基地门口停着顾燕晨的专属战车。我走到车边，刚要拉开车门，就看到副驾驶上坐着白薇薇，她穿着那条红色长裙，妆容精致。你坐后座，薇薇身体不舒服，经不起颠簸，你多让着她。燕晨哥哥，这防滑靴太磨脚了，脚踝好疼，都走不了路了。顾燕晨当即踩下刹车，全然不顾周围游荡的丧尸。他推开车门，蹲下身，轻轻脱下他的靴子，指尖温柔地揉捏着他的脚踝。疼吗？我轻点。看着这一幕，末世初期的画面瞬间涌上心头。那时候，顾燕晨被一群丧尸围困，我为了救他，手臂被丧尸狠狠抓伤。你就是我的命，无论如何我都要救你，哪怕用我的命交换。也是从那时候起，我认定了他，倾尽所有，把系统异能绑定在他身上，只想和他安稳度日。可才短短4年，这份爱意就转移了。迟到半小时后，我们终于走进拍卖会现场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顾燕晨身上。这位雷系顶级异能者是今天的焦点，而顾燕晨全程把白薇薇护在身边，帮他整理被风吹乱的衣襟。渴不渴？饿不饿？将我这个明面上的正牌伴侣晾在一边。当高级治愈药剂被放到展台中央时，白薇薇眼睛一亮，拉着顾燕晨的手臂摇晃。燕晨哥哥，我想要这个，有了它，我以后受伤就不怕了。10万金盒。全场哗然，高级治愈药剂的起拍价才5万金盒，顾燕晨直接翻倍，15万。最终，他以15万金盒的天价拍下了这瓶高级治愈药剂。给我的薇薇，你想要的东西，我都帮你得到。白薇薇接过药剂后，得意地看向我，嘴角扬起嚣张的笑容。所有人都知道我是顾燕晨名义上的伴侣，可她全然不顾我的难堪。待拍卖会进行到一半，我拍到了自己想要的空间升级服，便悄无声息地起身离场。刚走到楼梯口，白薇薇就追了上来，抬手就给了我一个响亮的巴掌。苏婉，你占着基地主母的位置这么久，也该给我让位了。燕晨哥哥心里早就没有你了，你就是个多余的人，别再不知好歹，挡我和燕晨哥哥的路。积压多日的委屈和愤怒瞬间爆发，我下意识催动体内的异能，指尖泛起淡淡的白光，正要反击让他付出代价时，手腕却被一只有力的手死死按住。苏婉，你闹够了没有？薇薇身体不好，你为什么非要跟她计较？快向她道歉！我用力挣开他的手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和白薇薇，一句话都没说，转身快步离开。于是我再次点开了系统面板，系统面板上字体格外刺眼。消退倒计时1天。我走出拍卖会场后，脸颊上的巴掌印还在发烫，我没有半分停留，脚步平稳地走向基地住所。会场内，顾燕晨意气风发地继续竞拍。燕晨哥哥，苏婉姐是不是生气了？她回去会不会跟你闹啊？闹，她也就这点本事。离开了我，她在末世里连3天都活不下去。闹够了，自然就安分了。基地里的物资都是她在管，万一她故意为难我们……顾燕晨抬手打断他，周身习惯性的想要涌动雷光，却只泛起几缕微弱的电流，他自己并没放在心上，只当是刚才竞拍耗费了心神。我是基地最强的雷系异能者，他敢不听话，等过几天我就宣布你是我的正式伴侣，基地主母的位置也有你的一份。燕晨哥哥，你对我真好。顾燕晨被哄得心情大好，当场大手一挥，让人把基地里最顶级的医疗室清空，专门给白薇薇一人使用。医疗室里摆满了治愈药剂、营养剂、消毒设备，就连基地高层受伤都没资格享用的资源，如今全成了白薇薇的专属。消息很快传遍整个基地，昔日患难与共的苏婉小姐终究还是成了弃子。我回到住处，刚推开门，佣人王妈就端着一碗热汤走了进来。一眼看到我红肿的脸颊后，王妈手里的汤碗哐当一声砸在地上，汤汁溅湿了裙摆，她却浑然不觉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小姐，你的脸怎么回事？是不是那个白薇薇打的？顾先生怎么能看着她欺负你？我这就去找他理论，他不能这么忘恩负义。王妈，别去。小姐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怎么能就这么算了？当初要不是你，顾先生早就死在丧尸嘴里了。他现在这么对你，良心被狗吃了吗？我轻轻摇头，拉着王妈坐下，眼底掠过一丝悲凉。你去找他，只会让他觉得我在闹脾气。
换来的只会是更多的偏袒和羞辱。我没告诉王妈，这一巴掌是顾燕晨的纵容亲手刺下的，比起皮肉之苦，那颗被揉碎又踩烂的心才更疼。王妈看着我眼底的死寂，哽咽着说不出话，只能默默抹眼泪。小姐，你要是想做什么，我都帮你。我拍了拍她的手，没有说话。等王妈离开后，我关上房门，不过片刻，脸颊便恢复如初，仿佛刚才的屈辱从未发生。这是我独有的治愈异能，是系统赋予我的力量，也是我在末世里最坚实的依靠。处理好伤口后，我拿出通讯器，拨通了沈雨安的号码，电话几乎是秒接，那头传来少年温柔又带着担忧的声音：苏安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听说拍卖会那边……我没事儿，我明天一早就离开基地。好，婉婉姐，我一直在。明天一早我亲自开车来接你，带你去最安全、最安稳的地方。他的语气里是全然的依赖与守护，没有顾燕晨的傲慢，没有算计，只有纯粹的真心。好，我等你。挂掉电话后，我从空间里拿出在拍卖会上拍下的空间升级符，淡金色的符纸泛着温润的光芒，上面镌刻着复杂的纹路，是末世里极为稀有的宝物。它能直接拓宽空间异能的容量，让我的10万立方米空间再增1倍。我坐在床边，将升级符贴在眉心，闭目凝神，催动空间异能与之融合，一股庞大的力量涌入体内，空间异能疯狂扩张，原本拥挤的空间变得空旷辽阔，物资、武器、晶核摆放得整整齐齐，连呼吸都觉得顺畅了几分。就在融合完成的瞬间，房门被砰的一声推开，白薇薇一身精致的衣裙，趾高气扬地站在门口，怀里抱着顾燕晨刚给她买的限量版药剂，脸上是毫不掩饰的炫耀。白薇薇慢悠悠地走进我的房间，目光扫过屋内简洁的陈设，嘴角勾起一抹轻蔑的笑。苏安姐，你看我这新裙子好看吗？燕晨哥哥特意给我买的，整个基地只有我一件。还行。这敷衍的态度瞬间激怒了白薇薇，她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得意。我知道你心里嫉妒，毕竟燕晨哥哥现在眼里只有我，你这个正牌夫人不过是个摆设罢了。哦，白薇薇被我这无所谓的模样气得牙痒痒，她原本以为我会愤怒崩溃，会质问她，可我偏偏平静得像一潭死水，她所有的炫耀都像是打在了棉花上，毫无用处。你以为你还能占着基地主母的位置多久？燕晨哥哥说了，很快就会让我做新的基地主母。我不要的垃圾，你要是想要，尽管拿去，没必要跑到我面前来炫耀。你少嘴硬，你就是不甘心，你就是怕我抢走燕晨哥哥。不是谁都喜欢捡别人剩下的东西。你没事就出去，别在我这里碍眼。突然，他抬手打了自己几下耳光，清脆的巴掌声在房间里响起，哭得梨花带雨。我只是好心来跟你道歉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下一秒，顾燕晨急匆匆冲了进来，一进门就看到白薇薇捂着脸哭。你真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，不就是我宠着薇薇吗？你至于动手打人？阿晨，我告诉你，马上给薇薇道歉，否则以后你连基地主母的位置都别想要，我分给你的物资全都收回。我看着眼前这对一唱一和的男女，只觉得荒谬又恶心。我缓缓上前，指尖泛起白色治愈光芒。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晚了，必须道歉。白薇薇也暗自得意，以为我终于要服软。我没有说话，伸手轻轻附在白薇薇红肿的脸颊上，治愈光芒流转。不过2秒，她脸上的巴掌印就彻底消失。算你识相。左右开弓，2记响亮的耳光狠狠甩在顾燕晨和白薇薇脸上。我收回手，揉了揉手腕。哎呀，抱歉，没忍住。谁让你们俩实在太颠了，看得我手痒。苏婉，你敢打我？打了又怎么样？现在立刻从我房间滚出去！祝你们俩锁死，别出来祸害别人。房门被狠狠甩上，我靠在门后，长长舒了一口气，爽，这口气终于出了。没过多久，他又来到了我的房间，语气戏谑道：苏婉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偷偷在基地四周撒了能吸引 S 级丧尸的特殊药剂。S 级丧尸是末世里最恐怖的存在之一，力量强大，刀枪不入，普通异能者根本无法抵挡。害怕了？明天一早丧尸来袭，我倒要看看燕晨哥哥会先保护谁，是你这个黄脸婆，还是我这个他心尖上的人？输的那个人就等着被丧尸撕碎吧。你很可悲，把自己的命运赌在一个薄情寡义的男人身上，你不会赢的。你少诅咒我，燕晨哥哥爱的是我，他一定会保护我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想赌，那我就陪你赌一把。明天一早，基地门口，我倒要亲眼看看，你所谓的依靠到底有多靠谱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明天你就等着看我是怎么赢的。
房门被关上，我眼底的平静彻底碎裂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寒霜。S 级丧尸。白薇薇的毒剂，顾燕晨的薄情交织成一张恶毒的网。我打开系统面板，上面的数字极为清晰。顾燕晨雷系异能，消退倒计时8小时，还有8个小时，顾燕晨的异能就会彻底归零。明天就是他从云端跌落泥潭、身败名裂的时刻。雨安，帮我做件事，明天一早提前安排基地里的老弱妇孺撤离到安全地带，越快越好。好。我马上安排。挂掉电话，我靠在窗边。这一夜，顾燕晨彻底沉浸在温柔乡里，他把所有的温柔与宠溺都给了这个半路杀出来的女人。白薇薇突然给我发了消息，不堪入目的话语刷屏般涌来，我没有回复，将所有信息一键转发给了顾燕晨。没过多久，顾燕晨的电话打了过来。苏婉，你又在闹什么？把薇薇的信息转给我干什么？她年纪小不懂事，你跟她计较什么？我没跟她计较，我只是让你看看你捧在手心里的人，到底是什么嘴脸？不就是几句玩笑话吗？你至于这么小题大做？我告诉你，别再找薇薇的麻烦，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还有，你自己安分待在基地里，别出来丢人现眼。说完，他直接挂断了电话，连一句解释都没有。我听着通讯器里传来的忙音，心底最后一丝残留的念想彻底烟消云散。原来，在他眼里，我所有的委屈都是小题大做，白薇薇所有的恶毒都是年少不懂事。也好，这样一来，我收回一切的时候，就再也不会有丝毫心软。我关掉通讯器，不再理会外界的一切，盘膝坐在床上，开始调息。治愈空间即将完全回归的雷系异能，3种力量在体内缓缓流淌，温暖而强大。深夜，王妈悄悄给我送来一碗热粥。王妈，明天一早你跟着沈雨安的人走，去安全的地方，别留在基地。小姐，那你呢？我还有事要处理，处理完我就去找你们。王妈虽然担心，却也知道我的脾气，只能点点头。好，小姐你一定要小心，千万保护好自己。我应了一声，看着王妈离开的背影。末世4年，我不是一无所有，至少还有忠心的人，还有真心待我的人。而顾燕晨即将失去他拥有的一切。顾燕晨和白薇薇在专属医疗室里享受着最后的荣华与安稳，对即将到来的末日一无所知。他们以为基地会永远是他们的后花园，以为我永远只能是他们脚下的尘埃，却不知黎明到来之时，就是他们美梦破碎、坠入地狱之日。我喝完热粥，闭目养神，等待着天亮。天边泛起第一缕鱼肚白，末世的清晨没有鸟鸣，只有远处丧尸低沉的嘶吼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怎么回事？这味道不对劲，好像是丧尸的味道，而且是很强的丧尸。恐慌瞬间在基地里蔓延开来，人们纷纷跑到大门口。只见地平线尽头，一道庞大的黑影缓缓逼近，每一步落下，地面都微微震动。腥臭的风扑面而来，让人作呕。一双猩红的眼睛死死盯着基地大门。是 S 级丧尸！天哪，怎么会引来 S 级丧尸？人群陷入巨大的恐慌。S 级丧尸的恐怖，所有人都心知肚明。一旦攻破大门，整个基地都会变成人间炼狱。有人飞快地朝着顾燕晨的住处跑去，想要通知他赶紧出手。而此时，顾燕晨还在专属医疗室里，搂着白薇薇睡得正香。昨晚他挥霍了大半夜，又被白薇薇百般讨好，早已疲惫不堪，对外面的混乱一无所知。燕晨哥哥，快醒醒，外面好像出事了。怎么了？大清早的吵什么？燕晨哥哥，你听，外面好像有丧尸，我好怕。怕什么？有我在，就算是丧尸王来了，也能轻松解决。他起身穿上衣服，周身习惯性的涌动雷光，却只冒出几缕微弱的电流，连空气都没能击穿。顾燕晨皱了皱眉，只当是没休息好，没放在心上。走，出去看看，谁敢在基地门口闹事？白薇薇挽着他的手臂，脸上满是依赖，眼底却藏着胜利者的光芒。顾队长，不好了 ！S 级丧尸攻过来了，就在大门口。慌什么？有我在，一只丧尸而已，翻不起大浪。我早已站在住所门口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，与周围恐慌的人群形成鲜明对比。所有人都以为我会害怕，会躲起来，会祈求顾燕晨的保护，可他们不知道，我才是这场戏的执棋者。顾燕晨看到我，眼神里闪过一丝不耐，像是在看一个累赘。你怎么在这里？赶紧躲起来，别在这里碍事。燕晨哥哥，苏婉姐是不是想让你保护她？可是丧尸太可怕了，你只能保护我一个人。放心，我只保护你。说完，他不再看我，径直走到基地大门前，哐当一声，厚重的合金大门瞬间凹陷下去，眼看就要被攻破。顾燕晨深吸一口气，怒吼一声，全力催动体内的雷系异能。然而
一道微弱的如同萤火虫般的电流从他指尖冒出，滋啦一声，瞬间消散在空气中。别说击穿丧尸，就连丧尸的皮毛都没能伤到分毫。顾燕晨僵在原地，瞳孔骤缩，低头看着自己的双手，满脸茫然。不可能，我的雷系异能呢？我的力量呢？他再次抬手拼尽全力，可无论他怎么努力，指尖都只有几缕微弱的电流闪烁，强大的雷系异能消失了。彻彻底底消失得无影无踪。S 级丧尸似乎被激怒了，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，巨大的利爪再次挥出，合金大门瞬间被撕开一道巨大的缺口，腥臭的风裹挟着死亡的气息涌入基地，人群彻底崩溃。完了，顾队长的异能没了，我们都要死了！顾燕晨这才从震惊中回过神，恐惧如同潮水般将他淹没。他终于意识到，而是他引以为傲的雷系异能真的没了。燕晨哥哥，你的异能呢？你不是说你是最强的吗？你不是说会保护我吗？你怎么会没有异能了？我们该怎么办？ S 级丧尸会吃掉我的！看着眼前翻脸不认人的女人，心底最后一丝温情也消失殆尽。他终于开始慌了，也开始后悔了。他想起末世初期那个把最后一块面包给他的我，也想起那个守了他3天3夜，用半瓶矿泉水给他降温的我。突然，他像是想到了什么，猛地转头。是你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你让我的异能消失的，对不对？是你，苏婉，是你暗中害了燕晨哥哥，毁了我的一切。我看着他们两人一唱一和，像两只丧家之犬，只觉得无比可笑。我缓缓向前走了几步，站在离 S 级丧尸不远的地方。你到现在才想明白？不错，你以为你的雷系异能是天生就有的吗？你以为你能稳坐基地队长之位，靠的是你自己吗？是我把顶级雷系异能赠予给你，你用我给你的力量背叛我，伤害我，挥霍无度，还理所当然。现在我们已经离婚了，契约解除，我收回我赠予你的一切，你的异能自然归零。他们从来不知道，顾燕晨的强大竟然是我给的。顾燕晨如遭雷击，愣在原地，脸色惨白如纸，身体不停颤抖。他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我会爽快答应分开，明白了为什么我对他的背叛毫不在意。原来从一开始，他所拥有的一切都掌握在我手里，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不过是我施舍给他的东西，而如今随着他的不忠，这一切都物归原主了。他看着我，眼底的愤怒瞬间被无尽的悔恨取代，泪水不受控制地涌了出来，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背叛你，不该对白薇薇好。你把异能还给我好不好？我再也不敢了，我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。我立刻跟白薇薇断绝关系。曾经高高在上、傲慢自负的基地队长，此刻像一条丧家之犬，跪在地上苦苦哀求，尊严扫地。白薇薇也彻底傻了，她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赌上一切依靠的男人，竟然是靠我才拥有的力量。恐惧瞬间淹没了他。S 级丧尸的咆哮越来越近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他头顶。都怪你，你这个废物、骗子，你害死我了！你不是说你爱我吗？你不是说会保护我吗？现在你连自己都保不住。够了！要不是你勾引我，我怎么会背叛苏婉？怎么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？都是你的错！两人瞬间反目成仇，在绝境中互相指责谩骂，丑态百出。就在这时 ，S 级丧尸冲破了最后的大门，庞大的身躯闯入基地。他发出一声咆哮，巨大的利爪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朝着我的头顶狠狠抓来。顾燕晨看到这一幕，瞳孔骤缩，下意识的想要冲过来救我。4年的感情，哪怕他背叛了我，心底深处依旧残留着一丝念想。他催动体内仅剩的一丝微弱电流，朝着丧尸冲去，想要挡在我面前。婉婉，小心！他嘶吼着，电流打在丧尸身上，如同挠痒痒一般，毫无作用。他眼睁睁看着丧尸的利爪离我越来越近，却什么都做不到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不！白薇薇也吓得瘫倒在地，瑟瑟发抖，嘴里不停念叨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一道冰冷的机械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，清晰无比。系统提示：契约解除完成。顾燕晨雷系异能已完全回收，治愈、空间、雷系3异能融合完毕，宿主实力提升至顶级。金色的光芒瞬间笼罩我的全身，3种力量在体内奔腾，强大到极致的力量感充斥着全身。我缓缓抬起头，眼底寒光乍现，伸出右手，轻轻一握。顾燕晨跪在地上，绝望地嘶吼，泪水模糊了双眼。S 级丧尸的利爪距离我的头顶只有咫尺之遥。就在这一瞬间，我眼神冰冷，右手轻轻一握，没有丝毫犹豫。轰！一道粗壮到极致的紫色雷电从天而降，如同灭世神罚，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。雷霆轰鸣，剧烈的爆炸声响起，
S 级丧尸连惨叫都没能发出，庞大的身躯瞬间被雷电击穿，丧尸身躯化为一团黑灰，随风飘散，连一丝残渣都没有留下。空气瞬间安静下来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僵在原地，瞪大了眼睛。紫色的雷电还在我指尖环绕，噼里啪啦作响，散发着令人敬畏的力量，周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场，让人不敢靠近。顾燕晨彻底呆住了，跪在地上忘记了反应，眼底只剩下震惊与敬畏。他终于亲眼看到属于我的力量，那比他曾经拥有的雷系异能强大100倍、1000倍，这才是真正的顶级雷系异能。而他不过是借用了我的力量，却还自以为是，肆意妄为。另一边，白薇薇更是吓得魂飞魄散，瘫在地上，浑身颤抖。她看着我，眼底充满了极致的恐惧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与得意。如今她终于完全明白，自己招惹的是一个多么恐怖的存在。她引以为傲的靠山，在我面前不堪一击。所有人都朝着我聚拢过来，眼神里充满了敬畏与爱戴。我站在人群中央，指尖的雷电缓缓消散，眼神平静无波。我救他们，不是为了虚名，不是为了地位，只是不想让无辜的人为顾燕晨和白薇薇的愚蠢买单。至于这基地，这所谓的主母之位，我早已不稀罕。我缓缓看向跪在地上的顾燕晨，眼神冰冷，没有一丝温度。几天前你已经签下了离婚协议，如今我救了你，我们也算是彻底两清了。顾燕晨跪在碎石遍布的地面上，膝盖被尖锐的石块硌得血肉模糊，他却像是彻底失去了痛觉。他听见离婚协议4个字的瞬间，整个人像被一道无形的惊雷劈中，疯狂地摇晃着脑袋。你听我解释，那协议我根本一个字都没细看，我以为那只是你闹脾气要的物资转让清单，我随手就签了。我从来就没有想过要和你离婚，半分念头都没有。眼泪混着脸上的污垢往下淌，模样卑微到了尘埃里。老婆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实从来都不是你看到的那样。我和白薇薇走得近，故意在你面前和她亲热，我只是想让你吃点醋，想让你重新把目光完完全全放在我身上，想找回刚末世那阵子你眼里只有我一个人的样子。我没有真的背叛你，没有真的想抛弃你啊！顾燕晨，你真的懂什么是爱吗？真正爱一个人，会把他推到整个基地的人面前当成笑话肆意指点吗？会眼睁睁看着他被白薇薇当众甩巴掌，却不分青红皂白呵斥他偏袒第三者吗？会纵容别人肆无忌惮地践踏我的尊严吗？你早就把我掏心掏肺捧到你面前的全部真心，狠狠扔在地上踩烂了。你骨子里的自私与凉薄，从来就没有变过。话音落下，顾燕晨脸色瞬间惨白如纸，张着嘴想要继续辩解，喉咙里却一个字也吐不出来。就在他还想挣扎着抓住最后一丝希望的时候，基地入口处突然传来一阵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，整齐划一如同刀割般利落的脚步声，瞬间碾碎了现场所有的嘈杂与议论。所有人都下意识地转头朝着入口望去，下一秒，全场陷入死一般的寂静，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。沈雨安一身贴身墨黑作战服，肩负暗纹防风披风，腰间双柄能量枪泛着冷冽的金属光泽，身姿挺拔如万年雪峰，身后跟着上百名身着暗黑色重甲的精锐生存队员，每个人身上都带着经历过无数生死厮杀的肃杀之气，队列整齐，气势骇人，一看就是纵横末世的顶尖战力。就连我也没有想到，当年被我从丧尸堆里拼死救出，总怯生生跟在我身后低头喊婉婉姐的瘦弱少年，不过短短几年就脱胎换骨，拥有了如此恐怖的势力与气场。沈雨安的目光穿过拥挤的人群，精准落在我身上的那一刻，周身冷冽如冰的威压瞬间消融，化作一汪能化开冰雪的温柔春水。他快步走到我面前，没有丝毫犹豫，自然地抬起手牵起我的手，给人一种无与伦比的安全感。婉婉姐，我来接你回家。他微微低头，视线与我平齐，声音极为温柔。从今往后，谁再敢让你受半分委屈，我就让他永世不得翻身，连灰都不剩。而沈雨安的爱是守护，是偏爱，是不问缘由的无条件撑腰，两者放在一起，云泥之别一目了然。全场无人敢喘一口大气，所有人都在这一刻彻底看明白了，我苏婉从来就不是什么需要依附顾燕晨生存的菟丝花，我身边站着的是能为我倾覆一切挡尽世间风雨的人。苏婉，他不过是你当年顺手救过的一个小崽子而已，你不能跟他走，我才是和你共患难4年的人。你是我的基地主母，你只能待在我身边。沈雨安眉峰微蹙，只是轻轻动了动指尖，一股无形却强悍的威压便直直朝着顾燕晨碾压过去。顾燕晨瞬间被这股力量压得狠狠趴在地上，浑身剧烈颤抖，连抬头看一眼的力气都没有，额头重重磕在碎石上，鲜血瞬间渗了出来。你也配提起婉婉姐的恩情？你拿着她倾尽所有给你的东西，伤她、辱她、气她，
把他的付出当成理所当然。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，连给婉婉姐提鞋都不配。苏婉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都是顾燕晨勾引我的，是他先撩拨我的，我不该挑拨你们之间的关系，求你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沈先生，我很听话的，我什么都能做，我会伺候人，会整理物资，会做饭，求你收留我吧，我一定会好好伺候你和苏婉前妻姐的。我眼神骤然一冷，没有丝毫犹豫，抬手轻轻一挥，一道淡蓝色的光幕在半空中展开，还有他之前发给我的那些嚣张恶毒不堪入目的信息，暴露在所有人面前。你为了抢夺基地主母的位置，不惜引来 S 级丧尸，想让整个基地的无辜幸存者给你的野心陪葬，这笔账今天该好好算了。我的声音平静无波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，全场瞬间哗然，怒骂声、斥责声此起彼伏。这个看似柔弱无辜的女人，竟然恶毒到了这种地步。沈玉安眼底闪过一丝毫不掩饰的厌恶，连碰都不想碰她，只是轻轻抬了抬手，示意身后的精锐队员。2名队员立刻上前，一左一右死死架起白薇薇，动作干脆利落，没有半分留情。沈先生，不要啊！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饶了我吧！白薇薇脸色骤然大变，疯狂地挣扎哭喊，声音凄厉的让人头皮发麻。沈雨安眼神冰冷，语气平淡，却带着绝对的威严。拖出去，丢进西侧丧尸密集区，让他为自己的恶毒付出应有的代价。白薇薇得到了她应有的报应，现场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，看向我的目光更加充满了敬畏。而顾燕晨在亲眼看着白薇薇被丢去喂丧尸，又看着我被沈雨安护在身后，寸步不离的模样，整个人彻底崩溃了。曾经拥有的一切权力、地位、荣耀众人的追捧，全都在这一刻化为泡影，烟消云散。他疯了一般扑到我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声音嘶哑破碎，细数末世初期我们相依为命的过往，试图用那点仅剩的旧情唤醒我早已死寂的心。婉婉，你忘了吗？末世刚开始的时候，丧尸围城，我们躲在狭小的地下室里，我把最后一块面包塞给你，自己啃冰冷苦涩的树皮。你忘了我被丧尸抓伤，高烧昏迷不醒，你守在我身边3天3夜。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不该被白薇薇那个女人迷惑，不该被权力和虚荣冲昏头脑，不该对你说那些混账话。我最爱的人一直是你，从来都没有变过。求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求你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，好不好？我低头看着他，看着这个曾经我拼了命去爱、拼了命去守护的男人，心里却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，没有恨，也没有爱，只剩下一片死寂的漠然。重来的机会，你知道我曾经给过你多少次机会吗？我自己都数不清了。你第一次当着基地众人的面牵白薇薇的手，我装作没看见，告诉自己你只是好心收留孤女。可你在拍卖会上花20万金盒的天价，只为给她拍下一瓶高级治愈药剂，让我成为全场的笑柄。你看着白薇薇当众甩我巴掌，不分青红皂白呵斥我，让我给她道歉，给你机会，换来的只是无情的嘲讽。当初我选择和你缔结隐秘契约，把顶级雷系异能牢牢绑定在你身上，就是不想让你觉得对我有亏欠。我用治愈异能为你换来无数资源，把我所有的温柔、所有的付出、所有的真心，全都毫无保留的给了你。可你呢？你嫌我守着一夫一妻的规矩死板，嫌我无趣，不懂迎合你，觉得我对你的好都是理所当然，拿着我给你的强大力量，去背叛我、伤害我、践踏我，把我的尊严踩在脚下。我缓缓蹲下身，与趴在地上的顾燕晨平视，眼神平静的让他心慌，没有半分多余的情绪。顾燕晨，你现在口口声声说后悔，说爱我，不是因为你真的幡然醒悟，而是因为你失去了所有依仗。你没有了异能，没有了地位，没有了资源，你在这残酷的末世里活不下去了。你的后悔来得太晚，也太廉价，太恶心了。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我是真的爱你。婉婉，你再看我一眼，再给我一次机会。我猛地抽回自己的手，没有丝毫留恋，缓缓站起身。沈玉安立刻上前一步，轻轻把我揽进怀里，用温热的指腹温柔地擦去我眼底因过往伤痛泛起的湿意。婉婉姐，别为了不值得的人脏了眼睛，伤了心神。他的声音温柔，得能抚平所有伤痕。转头看向顾燕晨时，眼神却瞬间变得冰冷。从今往后，他不配再出现在你面前，不配再提起你的名字。
顾燕晨红着眼睛，状若疯癫地扑上来，想要强行拉开我和沈雨安，却被沈雨安随手一挥，一股无形强悍的力量直接将他掀飞数米远，重重撞在身后墙壁上，口吐鲜血，狼狈不堪。你敢动他，沈雨安，我和你拼了！顾燕晨嘶吼着，眼底满是疯狂的恨意与不甘。沈雨安低头轻轻吻了吻我的发顶，语气平淡却带着绝对的强势。动他的人一直是你，我没有立刻杀你，已经是看在婉婉姐过去对你的情分上最大的仁慈。他瘫坐在地上，眼神空洞无光，像一具被抽走了所有灵魂的躯壳，再也发不出一点声音，只剩下无尽的悔恨与绝望，一点点将他吞噬。他轻声在我耳边安抚，声音温柔而坚定。婉婉姐，以后我给你所有的偏爱，所有的温柔，所有的护短，你不用再隐忍，不用再懂事，不用再为了任何人委屈自己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，做最开心、最强大、最自由的苏婉。他的怀抱温暖而安稳，像一束穿透层层黑暗的光，彻底照亮了我在末世里灰暗了的心。沈雨安从来都不是只会说甜言蜜语的人，他说到做到，当天就动用自己所有的势力，把跨区域物资运输线全线调往这座基地。一辆辆重型军用卡车鱼贯而入，排成一眼望不到头的长队。车厢打开的瞬间，数之不尽的生存物资源源不断地被搬运下来，物资堆得比基地的围墙还要高，彻底解决了基地所有幸存者的生存之忧。这是顾燕晨永远都不可能给我的底气与安稳。顾燕晨蜷缩在基地角落的阴影里，看着眼前源源不断运来的海量物资，看着沈雨安亲手给我递上温热的牛奶，看着沈雨安全眼都是我的温柔模样。他心底的嫉妒与悔恨几乎要烧穿他的胸膛，让他痛不欲生。是他自己亲手推开了那个全世界唯一真心待他的人，亲手毁掉了自己拥有的一切。沈雨安没有霸占基地的掌控权，他始终尊重我的意愿，安安静静地陪着我整理曾经的住所。他帮我把顾燕晨留下的所有东西全部清空扔掉，把我喜欢的小摆件一一摆好，温柔与用心全都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细节里，渗透在每一分每一秒。顾燕晨按我的意思被基地剥夺所有特权，直接贬为最底层的苦力，从此再也没有任何特殊待遇。他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，顶着寒风去清理基地外围的丧尸残骸，搬运沉重无比的物资石块。他吃的是别人剩下的冷粥残羹，喝的是浑浊不堪的凉水，住的是漏风漏雨的破旧棚屋。曾经养尊处优、呼风唤雨的基地队长，如今连最普通的幸存者都能对他呵斥打骂，活得连丧家之犬都不如。他每天干活的地方，正好能清清楚楚地看见我在医疗站里忙碌的身影，这对他来说是最残忍的折磨。我穿着干净整洁的白大褂，指尖流转着治愈绿光，有条不紊地为受伤的幸存者救死扶伤。沈雨安就安安静静地站在我身侧，默默为我滴药水、擦汗水，满眼都是毫不掩饰的宠溺。他对我的偏爱与纵容，从来都不藏着掖着，明目张胆，毫无保留。顾燕晨站在远处，看着这一幕又一幕，心脏像是被一把钝刀反复凌迟，痛得无法呼吸。他终于彻彻底底的明白，他给我的从来都不是爱，只是居高临下的施舍。沈雨安把我的每一分好都视若珍宝，小心翼翼的呵护。顾燕晨风光期明白的太晚了，晚到一切都无法挽回，晚到他永远失去了我。沈雨安为医疗站配备了最先进的医疗设备，安排精锐队员全天守护，不让任何人打扰我救人，不让我受半分打扰。他总是这样轻声叮嘱我，眼底满是心疼。我动用自己扩容后的10万立方米空间异能，把海量物资合理分配，制定公平公正的基地规则，让老弱妇孺都能吃饱穿暖，不再担惊受怕。沈雨安全力支持我的每一个决策，帮我整顿基地秩序，清除地痞流氓，把这座曾经混乱的基地打造成了整个末世里最安稳最有序的净土。我们的日常相处温柔又细腻，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，却处处都是藏不住的爱意与安心。清晨，沈雨安会早早起床，为我准备温热软糯的粥品，搭配我爱吃的小菜，温度刚刚好，不会烫嘴，也不会凉透。中午，他会陪我坐在医疗站门口的台阶上晒太阳，安安静静地听我讲一些琐碎的小事，从不打断，眼神里始终带着温柔的笑意。夜晚，他会陪我坐在屋顶，看末世里难得一见的星空，轻声讲他这些年的经历，讲他如何一步步变强，只为了有一天能回来守护我。沈雨安从不说那些虚头巴脑的甜言蜜语，却把所有的温柔与偏爱都藏在了行动里，藏在了每一个细节里。顾燕晨每天都活在无尽的煎熬与悔恨里，生不如死。他看着我被沈雨安宠成末世里最幸福最不用受委屈的人，看着我光芒万丈，受所有人尊敬爱戴，而自己却像阴沟里的老鼠，肮脏落魄，永远活在黑暗里。他常常在深夜里独自躲在破旧的棚屋里，抱着膝盖失声痛哭，一遍遍回想末世初期我对他的好，一遍遍狠狠扇自己耳光，骂自己愚蠢，骂自己忘恩负义。悔恨像一条剧毒的蛇，日夜不停地啃噬着他的灵魂，让他不得安宁。他曾经拥有一切，
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，拥有人人敬畏的实力，如今却一无所有，沦为最底层的苦力。他开始疯狂地寻找翻盘的机会，眼神变得阴鸷扭曲，再也没有半分曾经的模样。他突然想起拍卖会那天，他曾经花重金拍下了2样东西：雷系异能增幅器，还有一枚能短暂强行激活异能的紫电晶核。如今走投无路，这段记忆突然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一个疯狂到极致的念头在他心底疯狂疯长。他要重新获得雷系异能，他要武力夺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。顾燕晨始终认为我之所以选择沈雨安，只是因为他失去了异能，失去了实力。只要他重新拥有强大的雷系异能，就能让我回心转意，就能打败沈雨安，就能重新拥有一切。从这天起，顾燕晨开始暗中实施自己的疯狂计划。他每天白天干完最苦最累的苦力，就趁着深夜所有人都熟睡的时候，偷偷摸进废弃已久的旧仓库。他凭借着模糊的记忆，一点点寻找自己藏起来的雷系增幅器和紫电晶核。这2样东西本是他当初想用来强化自己巩固地位的宝贝，如今却成了他眼里唯一的救命稻草，唯一的翻盘希望。他心里很清楚，我收回他的异能后，他的异能根基还在，而紫电晶核配合雷系增幅器，足以让他短暂重获雷系异能，甚至比巅峰时期还要更强。他日夜偷偷炼化紫电晶核，忍受着经脉被撕裂般的剧烈剧痛，眼神却越来越疯狂，越来越偏执。他每天站在远处，看着我和沈雨安并肩站在基地高台上，一起规划安全区的未来，看着我们相视而笑，默契十足的模样，他心底的嫉妒与恨意就多一分，疯狂就多一分。沈雨安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后来者，我才是那个和他共患难4年的人，我才是配得上他的人。他每天干完苦力活，就拖着疲惫不堪、伤痕累累的身体，躲进旧仓库炼化紫电晶核。我和沈雨安的生活依旧安稳温暖，充满了市井烟火气。他会在我闲暇时，亲手帮我梳理长长的黑发，动作轻柔，眼神里满是温柔。我治愈伤者累到疲惫不堪时，他会轻轻揉着我的肩膀，满眼心疼地叮嘱我：婉婉姐，别太辛苦，你还有我。这天基地里阳光正好，微风和煦，我正在医疗站为一名重伤的幸存者治疗。我指尖治愈，绿光缓缓流转，神情专注而认真。沈雨安安静静站在我身侧，默默守护着我，眼底满是宠溺与温柔。他时不时为我递上一杯温水，不让我受到半分打扰。这里是所有幸存者在末世里最后的希望。突然，基地上空毫无征兆地响起一阵狂暴到极致的雷鸣，紫色的雷电狠狠撕裂灰暗的天空，照亮了整个基地，大地都在剧烈震颤。只见顾燕晨孤零零站在基地外边，周身缠绕着狂暴的紫色雷电，电流噼里啪啦作响，气势骇人。他的实力比当初雷系异能巅峰时期还要狂暴许多，眼神疯狂扭曲，面容狰狞可怖，周身散发着毁天灭地的气息，赫然是重新获得了雷系异能。我回来了，你的一切本来就是我的，今天我要把你重新夺回来，谁也拦不住我！全场瞬间陷入极度的震惊。顾燕晨周身雷电疯狂暴涨，一步步朝着医疗站的方向走来，每一步都让地面微微震动。我知道你心里还爱着我，你只是在生我的气。跟我走，我们回到过去，我重新护着你，我再也不会背叛你了。沈雨安算什么东西？他不过是仗着自己势力强，我才是那个和你在末世里共患难、同生死的人，只有我才配站在你身边。我缓缓站起身，眼底没有半分恐惧，冷冷地看着他。你到现在还执迷不悟，真是无可救药。你不该逼他，更不该用这种肮脏的手段重新唤醒已经被收回的异能。顾燕晨闻言，像是被激怒的野兽，疯狂地狂笑起来，笑声凄厉，周身雷电在掌心疯狂汇聚。逼他，我是爱他。沈雨安，你给我滚出基地！话音落下，他没有丝毫犹豫，猛地挥手，一道粗壮到极致的紫色雷电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朝着沈雨安狠狠劈去。这一击比当初他巅峰时期对付 S 级丧尸的时候还要强悍数倍。现场众人发出阵阵惊呼，纷纷闭上眼睛，不敢直视，以为沈雨安必定会被这道雷电劈成飞灰，尸骨无存。我的心猛地一紧，刚想催动自己的雷系异能出手相助，却被沈雨安轻轻按住了手。他回头对我温柔一笑，眼神平静而安心。婉婉姐，不用担心我。下一秒，沈雨安转头看向顾燕晨时，一股漆黑如墨，仿佛能吞噬世间一切光线的异能威压猛地从他体内爆射而出，黑暗如同潮水一般，以他为中心，疯狂席卷全场，瞬间吞噬了所有的光亮。顾燕晨劈出的那道粗壮紫色雷电，在撞上这股黑暗异能的瞬间，就被吞噬得无影无踪，连一点电流都没有剩下。这是什么异能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我的雷电竟然被直接吞噬了！沈雨安缓缓悬浮在空中，周身黑暗，
异能疯狂翻涌，如同末世降临，气场强到让整个基地都在剧烈颤抖，所有人都被这股恐怖的威压压得跪地不起，连抬头的力气都没有。黑暗异能，末世排行榜第一。黑暗异能，末世传说中排名第一，无人能敌，从未有人见过全貌的黑暗异能。谁也没有想到，一直温柔守护我、对我言听计从的沈雨安，竟然就是传说中无人敢惹的末世第一强者。顾燕尘吓得魂飞魄散，浑身剧烈颤抖。刚刚重获的雷系异能，在沈雨安的黑暗异能威压下，开始疯狂颤抖溃散，根本不受他的控制。不可能！你竟然是末世第一强者，这不是真的！顾燕尘周身残留的雷系异能，瞬间被黑暗之力彻底吞噬剥夺，比上次被系统收回还要彻底，一丝一毫都没有剩下。沈雨安缓缓降落回地面，走到我身边，自然地牵起我的手，动作温柔宠溺，语气依旧平和，仿佛刚才那个释放出恐怖黑暗异能的人不是他。婉婉姐，这个人屡次伤害你，背叛你，如今又妄图用武力逼你夺回你，该怎么处置，全都听你的。全场瞬间哗然。末世第一强者实力无敌威压天下，竟然对我言听计从，事事以我为先。他的强大不是为了称霸末世，不是为了权力地位，只是为了守护我一人。他的所有决断都以我的意愿为中心。顾燕尘彻底陷入了绝望，他转头看向我，眼底满是卑微的哀求，泪水混着鲜血往下淌。我看着他，眼神平静无波，没有半分怜悯。他用我给的异能背叛我，伤害我，用强行重获的异能逼我威胁我，从头到尾都只有自私、偏执与恶毒。他从来没有真正反思过自己的错误，这样的人不值得我半分心软。我轻轻开口，声音清亮，传遍全场。他屡次危害基地安全，妄图伤害无辜幸存者，伤害我，按基地规则就地处置。顾燕尘的凄厉惨叫戛然而止，身体瞬间被黑暗异能彻底吞噬。这个背叛我、践踏我、偏执到想武力夺回我的男人，终于得到了他应有的报应，彻底落幕。沈雨安的黑暗异能彻底暴露，身份也公之于众，他却没有丝毫倨傲与自负，依旧对我温柔备至，事事听从我的安排，没有半分漠视第一强者的架子。婉婉姐，你说往东，我绝不往西；你说停，我就绝不走。他笑着看着我，眼底满是化不开的宠溺与温柔。我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势力，都只为你一人所用，只为守护你而生。雨安，谢谢你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，守护我。他紧紧回抱住我，下巴轻轻抵在我的发顶，声音低沉而温柔。该说谢谢的是我，婉婉姐，当年我还没觉醒异能，如果不是你拼死把我从丧尸堆里救出来，我早就死在末世里了。如今我能变强，能守着你，能为你遮风挡雨，是我这辈子最幸运、最幸福的事。解决掉顾燕尘这个最后的隐患之后，我和沈雨安对视一眼，不约而同地做出了一个决定，放弃这座充满伤痛回忆的旧基地，共同建立一座全新的属于我们的安全区。我们走遍周边数十里区域，最终选定一处被风水源充足、土地肥沃、远离狮群的隐秘山谷。这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，四周有天然山脉作为屏障，是末世里最理想的安居之地。再也不用担心丧尸袭击，也不用时刻提防外界的各种纷扰。确定地址后，新安全区的建造工作立刻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。沈雨安动用自己的黑暗异能，亲自出手清理山谷周边所有丧尸与危险，确保安全无虞。我用治愈异能安抚救助所有参与建造的受伤幸存者，用空间异能运来海量的物资与建材，全力保障建造工作顺利进行。沈雨安负责指挥精锐小队建造坚固的防御工事，打造无懈可击的防御体系。我负责规划安全区的整体布局，医疗站、物资库、居住区、训练场、学校等所有功能区都被我一一规划妥当，安排得井井有条。我们的日常充满了忙碌，却也满是对未来的希望与真切的温暖。我们一起挑选最坚固的建材，一起为幸存者分配临时住所。沈雨安记得我所有的喜好与习惯，把我的房间布置得温暖舒适、干净整洁。他每天都为我准备温热可口的饭菜，从不让我受一点累，受一点委屈。他是人人敬畏恐惧的末世第一强者，在外面杀伐果断，气场格外强大，可在我面前永远温柔听话，满眼都是我，把我宠成了末世里最幸福的人。越来越多的幸存者听说我们要建立新安全区，规则公平，物资充足，安全安稳，我和沈雨安都来者不拒，尽数接纳，还会给他们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这里没有弱肉强食的残酷规则，没有背叛算计的人心险恶。新安全区的建造工作在所有人的努力下
如火如荼地进行着，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。我用自己的空间异能源源不断运来海量生存物资，用治愈异能救助每一位受伤的人，让所有人都能安心劳作，没有后顾之忧。我制定了完整而公平的安全区规则，老弱妇孺优先分配物资与住所，伤者免费接受治疗，劳动者按劳分配物资，人人平等，互相尊重。禁止欺凌背叛，禁止一切危害安全区的行为。神与安全力支持我的每一条规则，亲自监督执行，谁敢违反，绝不姑息，没有半分情面可讲。他是所有幸存者敬畏的末世第一强者，手段强硬，气场骇人，却只听我一个人的话，只把我放在心尖上。神与安闻言，转头看向正在医疗站里忙碌救人的我，眼底瞬间充满了温柔与宠溺，声音平静却坚定。他是我的光，是我的信仰，是我在这黑暗末世里活下去的全部意义。我所有的力量，所有的一切，都是为了守护他。只要他开心，我做什么都愿意。这句话很快传遍了整个新安全区，所有人都羡慕我，敬佩我，更真心实意地祝福我。我是新安全区的建立者、决策者，救死扶伤的医者，是被末世最强者捧在心尖上，用一生去守护的人。我们的日常生活安稳而幸福，充满了烟火气。看着大人们有序的劳作建造家园，心里充满了平静与满足。夜晚，我们一起坐在山谷的高处，看璀璨星空，吹着温柔的晚风，规划着安全区的未来，规划着我们的未来。我彻底走出了过去4年的伤痛与阴影，活成了真正独立、强大、被爱、被珍惜的样子。神与安陪着我，一点点治愈我所有的伤痕，给我所有的偏爱、安全感与底气，让我知道我值得被爱，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他永远站在我身后，为我扫清一切障碍，为我挡尽一切风雨。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爱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付出与依附，而是平等、尊重、理解、守护与明目张胆的偏爱。神与安看着我眼底的笑意，温柔地握住我的手，轻声开口：可我知道你只想要安稳，想要所有人都能好好活下去，所以我陪你建家园，陪你等到末世结束的那一天。我紧紧回握住他的手，眼底满是温柔与坚定。好，我们一起等末世结束，一起重建这个破碎的世界，一起给所有人一个安稳的家。